上海是中国的一线城市，也是曾经著名的国际大都市。但是呢，在中共治下，这座曾经在世界上熠熠生辉的大城市也变得经济颓败。一名在上海生活的老者说，上海比不上他年少时期的景象。他父亲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，他童年过的也是养尊处优的生活。环境很差，还不是一块好地方。我生在上海84岁了，但是我认为上海不是一个好地方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怎么说呢？风气越来越坏，经济说好了，这个经济啊，跟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平啊，还差得多。上海经济的变化，在上海生活的人感受是最直观的。就我觉得上海越来越不像上海了，我感觉上海越来越像天津这样子的，包括这几年在上海的经济啊，包括在上海的感觉啊，就是我觉得上海越来越往天津化了啊，所以我对于上海未来的整个的发展其实不是特别看好。对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上海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，到底是什么时候上海现在变得越来越平庸无能了？我一个上海人啊，都快在上海混不下去了。名下还有套房，也准备把它卖了。我相信啊，在上海混不下去的可不止我这一两个了。我这里不晓得有多少人卖了房子，为了逃离这个城市。这眼看已经是2025了。昨天晚上跟我一个聊得比较好的粉丝啊，他跟我讲，不管亏多少钱，他在这几天啊一定要把这个上海的房子给卖了，然后打算带着老婆孩子去新疆搞棉花去。离开以后呢，也不准备再回来了。我说啊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，毕竟上海是你的根啊，你不准备回来做上海人了吗？他的回答让我真的是无言以对。是哪里的人真的很重要吗？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能够养家糊口，这才是重点吧。你看现在上海工资涨不上去，有多少人啊是人到中年还被裁员的。我感觉我在上海都快活不起，早上喝杯豆浆，吃个包子加个油条，10块钱打底啊。在电商冲击下，人们更愿意在网上购物，买便宜的用品，这大大冲击了实体店的生意。在上海啊，想都不敢想。现在上海好多开饭店、开超市这些老板都想把门关了不干了。这两天有一个上海开烟酒店的老板找到我，咨询一下业务啊。他反复跟我吐槽，现在这个实体店是一天都不想干了，爱谁干谁干。现在每个月呢还得赔点钱进去，就算生意不好，他现在每个月的房租、员工工资，他是一天都不敢拖。好在啊，他的店里呢前几年办的这个烟草证还一直有效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啊什么的，缓解一下经济压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2025年2月17号，意大利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旗下核心奢侈品品牌古驰关闭在上海的 Rio 百货店和新世纪大丸百货店，因此古驰在上海的门店已经下滑到了7家。这表明，在以奢侈品商圈著称的上海市南京西路，古驰只剩上海恒隆广场的1家门店。古驰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，这也从侧面表明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了。在当下中国，不光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经济萧条，就连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也生活着一群努力打拼的底层百姓。有句话叫做“有钱不住天通苑，落难必闯马驹桥”。你见过凌晨4点的劳务市场吗？这里就是北京包容性最强的地方，马驹桥。你敢想象吗？在这里见到最多的竟然是50、60岁的老人，一个背包就足以装下他们所有的家当。凌晨4点的大街，零下的温度，有的人还在梦乡，有的人却已经背起了生活的行囊。在这里5、6块钱的早饭就能填饱他们的肚子，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找工作的老板和我说，春节之后是淡季，今天最低的工资是8个小时130，12个小时260。快递分拣，除泥搬砖，只要你有力气就能胜任。每当有老板说出招工，他们就会迅速把他围住，因为在马驹桥这个世界，不积极就意味着没饭吃，只有拼命才能赢得更多的机会。只要被选上，就意味着今天有活路。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北京很好，但是太累，有的人带着梦想而来，最后只能哭着离开。我本来以为北京人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一辈子也不愁吃穿，但直到我看到了这条评论，北京本地人也在拼命的活着。这里就是大家在网上听说的15块钱一晚的日租房，艰难的生活环境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中国的经济萧条已经辐射到了各地。一名贵州省贵阳市的男子介绍当地情况：
25年堪称惨营的倒闭潮，不要说赚钱啊，大部分的店可能连本都保不住。就说这个地方贵阳花果园，下午5、6点钟以后人山人海的，还有可以容纳几十万人的一个小区在这啊，也保不住这些餐饮店。一名山西省太原市男子表示：“我敢打保票啊，现在太原70%的老板都发不起工资了，说了你们可能都不敢相信。现在大点的公司都在想着降薪裁员，小公司就更别说了。今年能不能撑下去都是一码事儿。你们看看现在太原各大商业写字楼里面的租户，恨不得1个月换一茬。我每天都在跟各行各业的老板打交道，他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网贷、小贷。可想而知现在的实体生意有多难做，可是又有哪个老板愿意把自己搞得负债累累，每天拆东墙补西墙，还不是为了让企业生存下去？哎，不敢想呀，连老板们都过得这么惨了，打工人又能好到哪儿去？中国经济下滑，实体店顾客越来越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天呐，开年这几天过来的这几天生意真的是做到我怀疑人生，让我再次体会到2025年生意真的更难做。开门已经6天了，我这业绩2天都不到，开店10几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连这几天不开张真的是非常焦虑，从来没有觉得生意会这么差的，真的做得我好迷茫。都说实体店难做，这名电商老板也是背负着巨额的债务。朋友们，你们最难的时候有多难？我说出来，我不怕被你们笑话。我现在浑身上下，我连10几块钱我都拿不出来，你们能想象吗？曾经的我也有自己的3家工厂、2家供应链门店，有自己的电商公司。那个时候手底下也有300多号的员工，有着我自己的房子、车子、公司。今年呢，电商投流很贵，导致直接亏损。不投流的话，自然流量根本就做不起来。再加上我为了帮助我的朋友，导致我资金链断裂，彻底破产。破产后，我抵了房子，卖了车，还让我背负上了2000多万的债务。如今的我，哪怕是想给我的孩子们拿个生活费，我都拿不出来。虽然在中共喉舌央视的新闻联播里，中国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，但现实当中，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艰难有着切肤之痛。我们一家4口1个月吃饭1000块钱差不多就够了，那你们看看我们都吃什么？我们晚上就喝小米粥，吃馒头，白菜炒豆腐。我们就一个菜，吃点馒头，喝点米粥。兄弟们，今天也过来买这个便宜面包啊，2单品，齐在这排队啊，抢哦，我还看到吗？千万在这抢，逢抢啊！哪有啊？哪个啊？这个大针，要不？啊，看着可怜，就递上去了。啊，一个那要这2个袋送给了。大学生曾经被看作是天之骄子，他们原本是意气风发，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然而呢，被父母倾注心血培养出来的孩子，却要到垃圾桶里捡饭来充饥，实在让人泪目。天天喊口号，经济一片向好。你们看看这些过年出来的底层打工人，找不到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钱吃饭，没地方睡觉，只能睡在屋檐下，睡在马路上，节省开支维持生计，不是都脱贫致富了吗？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看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没钱吃饭，靠在路边捡残余垃圾吃，社会是哪里出问题呢？这是一名大学毕业生的感受。整整50万，我爸妈把我从小养到读完大学，至少花了50万了。但现在毕业，我却找不到工作。一个家庭要是想把一个小孩养到读完大学，那简直是比买奢侈品还花钱。以前和现在可不一样，在以前，大学生可是铁饭碗，毕业了就有好工作，前途无量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大学生实在太多了，985、211的一大把，那我们普通本科的更是找不到工作。比起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更艰难的是那些失业的中年人，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很多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。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，刀子不割在自己的肉上不知道切实的感受。刚公司宣布倒闭，通知裁员才回来，刚签完字，
拿了3个月的赔偿金，老公也是调岗降薪，现在也是派到了比较远的一个项目上。如果你不接受，就拿恩走人，简直是太难了。感觉今年2025年比之前2-3年更难，满大街都看不到什么人。现在也比较迷茫，因为毕竟也40多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房贷，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年龄也大了，工作也不太好找，所以挺烦的，也不知道。现在失业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处境也是让人担心。因为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，或者是有工作而租不起房子的人，只能无奈地打地铺睡在外面，即使这样也是空间有限。下班回家找我的坑去，完了咱家啥时候又来个女的呢？让她给占了，今天就晚了10分钟就没地方睡了，这就是生活呀，唉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？中国经济不好是因为中共的政权造成的。中共各级官员贪污腐败，并不想着如何解决中国百姓的困境。中共政府关心的也只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统治，以及如何更加深入地盘剥百姓。上行下效，底层人民不但为了生活苦苦挣扎，还要面对着城管的欺压。在苦难中的百姓也向中共发出了质问。中央的好领导，你们看看那会儿40后、50后那些人，那些老头儿，你们的养老金只拿100多，人家没法生活到。看那个老年人都是90多了，都那100多块钱拿来做什么了？一个月吃药都不够到，要住医院才能把账报到。所以说，你们说我们那都是说第10级了，看看那些老年人，那个老年人都80几，要满90了。你说像农村的那种的老年人痛不痛苦到？现在做什么也做不起，找钱也找不到。这一声声的质疑，一声声的发问，问到了根子上。正因为有了中共，中国人才活得如此艰辛，如此屈辱。相信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，唯有中共解体，百姓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